啊，免礼。诸位，你们也都知道，这祥和洋行准备染指两淮的盐业，我委托古先生全权梳理两江的钱粮，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。此事性命攸关，大伙儿都要小心啊！哪个装糊涂或者底下和洋人勾勾手指头，我拿他试问。哎，吴先生，请上座吧。哎呀，请。哎，来，快点，哎。诸位大人，其实我不说，你们心里也清楚，两淮盐业就是两江的经济命脉，不管在哪个商人手中，其实都是官府监管，但一旦落入到洋人的手里，那是要出大乱子的。既然我们现在决定了要和洋人打一场仗，那我们就要全力以赴地备战。两江一带，物产最盛的就是蚕丝，我现在需要你们大量的收生丝啊。鼓励民间生产，尤其是上好的丝绸绣品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库存还有很多，但是我需要的量更大，你们一定要尽全力去收。拜托诸位了，你们把今年能收到的生丝，包括库存的丝绸，还有地方特产，都统计一个具体的量给我，越快越好。啊，书案都给大家备好了，想不起来的、记不住数的，赶紧派人回去查一查。今天必须都给到我。去吧。起来吧，让我坐会儿。坐的好像还挺舒服的。我看你坐着，我胃疼。起来。你要不坐那儿，总督大人头疼，他的身子好不了喽。行了，你闭嘴，你起来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问你，你要那么些丝干什么呀？啊？天机不可泄露。我还要见几个重要的客人，二位大人，先失陪。哎。侯老太爷回来了，快请快请。这是这些年跟洋人做生意的账，你仔细的看一下。大家伙儿都听说了，你跟洋人叫板，要做生意打赢他们，你就说需要咱们做什么，咱们是要钱出钱，要人出人。诸位，感谢的话不用多说了。我需要今年的春茶，从现在开始不能发往其他茶铺，特别是1级茶和2级茶，给我留住了，听我号令。好，大家伙都说好了啊，有熬不过日子的都来找我，切不可毁了大局。林兄，等你一天了。哎呦，这一路给我颠的，骨头都散架了。快，上车坐着。哎，好嘞。我说我来接你，这一出门啊，看到这马车，哎，就觉得手痒痒。几十年没赶了，这一上手，还挺稳。怎么样，敢不敢坐？敢啊，你走稳一点啊。小子还挺挑。
驾。还记得王天贵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他无子无女，失踪以后只有几个债主子成天寻他。他的那些票号当铺，那就天晓得喽。天晓得。你知道财富这东西是怎么回事吗？它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它在大伙手里转圈儿，在谁那儿多待一阵，那是老天爷疼他。这样。不是说我这兄弟在南京做大生意了吗？啊，怎么回到咱们这儿，整得跟饿死鬼投胎似的？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你们啊，特别饿。我在金陵的时候，我都愁得吃不下。哎，吃了我们家这么多面条，什么时候告诉我常玉儿怀孕的事儿？啊，对啊，什么对啊？你是不是想等生了孩子之后才谢媒人啊？大奶奶，我错了。我还跟玉儿说呢，这孩子一出生啊，一定要认您做干娘。要不是您提点我那几句啊，我还不知道要糊涂到什么时候。这可是真话呀！当然是真的了，要不然我断饶不了你。坐吧。不过，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啊，我们派人送我点药去。什么都不知道，这老娘一走，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啊。哎，行了，兄弟，讲正事儿吧。带了什么大买卖来？你可不知道这10天把我累的。我先是把湖州、金陵一带的私厂都跑了个遍，然后又去拜访了安徽的茶商会。从你们这儿走以后，我还要去杭州见吴财神。他常年经营丝绸，他的库存肯定很多。再然后我还要去趟京师，拜会一下总理衙门。为什么呀？我最近啊研究了一下万国公法。这万国公法里说，在各国行商都是自由的。那我国出口印度的主要就是茶叶、丝绸、药品、瓷器这么4大类。瓷器嘛，我不是很懂，其他3样我还有些门路，还是之前的那个思路。我想绕过东印度公司。你想把东西直接运到印度？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想再走远一点，一直往西过印度洋，到英国人、美国人那里去卖。他们既然能来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啊？来，喝一个，这有点吓人。我也喝一杯。我听说你跟祥和洋行在盐田产权上有个半年的赌约，怎么会还有功夫去整这些事儿呢？大奶奶觉得我能赢吗？不能赢吗？眼下这个局面一上来肯定是赢不了。想要生意做得大，市场就得大。我们的市场无非是南7北6 13省，除了5个产盐区，剩下的省份盐店的规模和利润基本上已经饱和了。那祥和洋行他们的利润从何而来啊？左手倒右手啊，直接卖给东印度公司。他们想让资本进到盐业，多花点钱，他们也愿意。至于东印度公司再想卖给谁，那就天晓得了。不过他们的市场那么大，这点盐他们还是吃得下的。兄弟，你一个人跟东印度公司打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你这是以一人之力敌一国呀，志气是很大，但根本做不到。我之前出国，你也知道，也是卖给当地代理商，利润是高一点，但是我们坐着洋人的船，出国的机会不是经常有。你要在那儿建立一个自己的商业基础，恐怕10年、20年都不够。我可没10年20年，做不到，做不到。人力有时尽。再说，在这个时代里做这样的生意，都不算经商了，那是国家和国家的较量。你是太异想天开。你进的蚕丝、茶叶，这些货物要押多大一笔资金呢？大清国明文规定，不允许商人自由出国做生意，对吧？你这是犯王法。你还要租赁英国商船，海关能同意吗？商船会答应吗？据我所知，上海的商船基本都是东印度公司的。还有最后一件，
就算你克服所有这些困难，把东西运到印度，我问你，哪儿是你的货站？哪儿是你的大本营？哪儿是你的分店？谁是掌柜？谁是伙计？你到的时候，两眼一抹黑呀，你卖给谁去啊，兄弟？可是这茶叶和蚕丝都是有时效性的，最多也就是2、3个月的经营时间吧。茶叶会老，蚕丝会旧，这一不小心就会血本无归啊！夫人，没明白。我当然明白了，他是想敲山震虎，让东印的公司把吃进去的盐田产权再原原本本的给吐出来。可问题是，想照方抓药，能办得到吗？我那时候就想，就算堕入地狱，永世不出，也不能穷下去。你跟我说，你娘原谅我了。那我可怜你。爹，爹，爹，你要是不愿意在这儿待，你也下山去吧。爹，我们一起下山吧。您不用在乎这些事儿。爹，您看。你和我，咱不是好好的吗？姓古的那个混蛋和那疯婆子，咱们根本就不认识呀。他就是一个宁古塔的流放犯，一个种茶的泥腿子。您是李百万呀，您是爹。您是富甲天下的经商魁首，您是朝廷倚重的红顶子的商人，爹，您把这些都忘了，您就是我一个人的爹，行吗，爹？咱们下山吧。欲知未深，岂可猜乎？我不让你跟这姓古的交往，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？孩子，你聪明是聪明，好胜心太强。
我留下的这些家产，足够你富裕一生。不要做生意，回京师去，随便干点什么都行。爹，您是让我自个儿回去？我现在没有力气迈出这个门了。来到这里，在这个时候，是天意。我会死在这儿，世世轮回，变成地间的泥巴，还债。补偿、赎罪。当年在客场上害我的人，是你。知道你来京师了，担心你要是真考上，那出戏就唱不下去了。你就是觉得我争不过顾平安，你小瞧我。我跟您打个赌，我跟他在生意场上公平的对打。等我把他踩在脚底下，让他一家人都消失的时候，我来接你。哎呀，弄着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娘，再让你儿子给我买就行。月儿，我来吧。娘还是不肯喝。娘啊，我托人从江宁府给你带了鹅油膏回来，咱们先喝药，喝完药吃膏。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你何须哄我？你心里要有什么不痛快，就说与我听。但是这药咱得喝呀。妈妈，扶我起来，让我坐一会儿。哎。
脸色怎么那么差？你傻了？最近事儿太多了。老二骂我了，说我就不应该带你从家里出来，这样反而是害了你。我想想，他说的也有道理。当年要不是我执意上京赶考，根本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儿。你做得了主吗？也没有哪个神仙告诉我们啊，到底应该怎么做。我要是知道他一去不回了，那我当初不该让他去，不就没事儿了吗？那现在说这些不没用了吗？这都是命。就算真的有命这个东西，我也要和他争一争。娘啊，您可得好好的活着，将来还要等着抱孙子、抱孙女，还有好长好长的以后呢。你可不能撒手啊！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是不是希望那个人回来看看你？如果是的话，你甭管我心里怎么想，我可以去求他，我可以去给他下跪，去给他磕头，只要你开心，我怎么样都可以。要他回来做什么？我就是这一辈子，我心里面老记挂着一件事情。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，他死在哪里？他的尸骨有没有被风吹着、雨淋着？结果你也看见了，人家活得好好的，连信都改了。我这不是被人开了一个大玩笑吗？老大，我这口气吐出来了，我心里面也空落落的了。要是治不好的，就让我这样待着。不行，你不能这么想。那个人改了姓，他连姓也改了。你要等的那个人，在去赶考的路上已经死了，他现在就是一个死人，但我们还好好的活着呢。我们不能让一个死人欺负到头上来吧？是不是？老二，哎，你跟我较哪门子劲呢？这2天帮我好好照顾老娘，我出趟远门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去趟金山寺。你是要找他回来啊，还是认贼作父啊？可惜晚了，人家有儿子。你古平原算哪个山上的猴？你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？从前的事情看够了，
以后的事情我也不想看。孩子，别叫我孩子。你孩子在山下呢。看到你这么孝顺，我心里很欣慰。那天见到你娘，我就知道了，这个梦该醒了，这个梦装不下去了。这么说什么意思？什么都不想管了是吗？你之前如何害我的，我不想跟你计较。但如今我娘命悬一线，她连药都不肯喝了。做儿女的不知道该怎么劝她。我只希望你可以去看看她，哪怕说1、2句，让她宽心的话，好让她活下去。你娘她怎么讲？她说她终于见到你了，心愿了了，这口活人气儿提不上来了。我跟她讲什么？我该怎么讲？是啊，你好像从来没有为你曾经做过的事情而后悔过。你脸皮真够厚的。我跟我娘说，你不用等他了，他早就已经死了，早在去京城赶考的路上就已经死了。他人死了，心变了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说得好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祝大师你长命百岁，早登极乐。顾施主，顾谭月，施主。怎么了？子敬，
他怎么死的？服毒，他的药随身带着。是他让你来喊我的。他说给你个交代。阿弥陀佛。哥，怎么这么晚回来啊？